本片为个人经验分享，所有的身体与用药决定，请务必咨询医师。欢迎来到静静发光，我是静静，也是你的小太阳。我们聊如何在生活中一点一点找回自己内在的金色光芒。愿这里的光能够温暖你，也映照出你本就拥有的光。我打过瘦瘦针，瘦了25公斤以上，但是又复胖了。今天我想分享的故事不是减肥失败的故事，是一段从对抗身体到与自己和解的旅程。如果你也曾在身材焦虑中挣扎，希望我的故事能成为你的资讯流里面的一盏刹车灯。之前身边有很多人一直都在问我说我是怎么瘦的，过去我一直不敢细说，因为那段经历让我减肥减到快要没命，潜意识里面我感到很害怕，也害怕我的方法会害了人。近年啊，瘦瘦针又开始流行起来，我就看着身边一个一个朋友走向那一根针，新闻也报了很多像瘦瘦针的不太好的事情，我仿佛看到当初那个绝望的自己。我决定说出来，不是给你方法，而是给你一面镜子，在你准备想要走上这条路之前，我希望你可以看看我的故事，再决定这条路会不会有可能有你不太想要的风景，然后可以问问自己，真的有需要走向这一条瘦瘦针之路吗？在开始前，我必须慎重的声明，我完全不鼓励我的偏激方式，这纯属我个人的经验分享，绝非医疗的建议哦。如果你身心状态已经不佳的话，请千万不要尝试偏激的方法，也不要模仿，因为我在过程中好几次差点过不了心里的这一关。一切的起点是对自己身体的一场战争。我从小就胖，又在表演的路上被美女们环绕，那一种你不够好的声音深入我的骨髓。我最开始想要做的是抽脂，那时候连麻醉的风险我都不管了。后来是想要动所谓的手术，体重不达标，医生说不如从瘦瘦针开始试试看。那时候啊，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胖胖的活着没有意义啊，我死也要瘦下去，瘦了人生就有希望了。现在回头看啊，那不是在追求健康，而是在签下一份对自己身体的战书。我那时候的目标很明确，瘦瘦针只会是我短期的工具，它的目的在让我缩小胃，我绝对不会长期依赖它。我只用了短期的瘦瘦针，共买了3支，预估用了1支半，预估用针时间是在3个多月左右。现在来聊聊我是怎么做的吧。我还没有开始用瘦瘦针之前的1个月，我就已经开始尝试减重。那第1个月我瘦了3公斤多，我的做法是优先吃蔬菜和蛋白质，最后才吃淀粉，没有特别避讳吃甜点这件事情。用针的前3周的目标是以先瘦下去为目标，饿了我第一件事情是先喝高蛋白或者豆浆，当我真的饿到受不了没力气了，才吃少量的1到3口食物。但那个不是刻意吃少，是脑袋很自然的就没有胃口。我每天灌4000到8000 cc 的水，以温热水为主，如果不行的话才会喝常温。我不吃甜的、炸的、冰的酒，还吃了泻药，这一点泻药请不要模仿。能走路的时候我就走路，能睡觉就睡觉。不过身体是一直处于在很饿但脑袋却没有胃口的撕裂感中。第4到第9周，从还没有用针前到现在的这个时期，已经瘦了10公斤左右。在这个阶段，我开始正常的饮食，配合高蛋白和豆浆。吃东西前的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都会先喝高蛋白或是豆浆。如果时间到了吃得下，我就会吃蛋白质优先，再吃青菜。淀粉很自然的就吃不下了。这个时期开始，我都是1天1餐。用针的最后1个月，我没有记录体重，我自行将针剂频率调至每周1次，为停针做准备。请你们务必要咨询医师，不要自行调整哦。上面这种极端的状态啊，只维持了比较短的时间。随着我的身体发出警报，我中后期的调整越来越注重健康，比如开始吃原型的食物，调整进食的顺序。但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始终存在，无论是激烈还是温和的方式，我整个人的能量状态一直处于很低的。我能睡觉的时间都在睡觉，没有什么力气活动和社交。这当然跟减肥有关，但现在回想，可能也叠加了我心理上巨大的焦虑耗能。我以为我在控制体重，后来才明白是那股厌恶自己的动力再反过来吞噬我。那段时间，我是用命在节食减肥。停针以后，我的体重陆续下降到总共瘦了25公斤以上。因此也可以得知哦，瘦瘦针不是我瘦的主因，调整生活和饮食形态才是瘦下去的关键原因。身体的代价，由于节食加上没有肌力训练啊，就算我努力的补充蛋白质，肌肉还是大量的流失，导致我现在还是核心无力，大腿也变弱。当时身体的能量不够，加上各种因素，我整个人变得很暗沉，失去活力，没力气到几乎都在睡觉。左大腿啊，也在打瘦瘦针的期间，开始偶尔出现莫名的撕裂痛，到现在还会痛。
我花了快2年的时间，才慢慢把健康找回来，也在努力的把我的核心肌肉还有大腿的力量、全身的力量找回来。那时候在我最瘦的时候啊，哇，我每天会量好几次的体重，然后记录一切的细节，排便排尿的体重变化我都会很计较哦。上升0.1公斤，那时候我就会崩溃了。身边天生身材最瘦的朋友听到我常常说我好胖，都翻白眼到不想理我了。我变成一个连自己都有点讨厌的人。那时候的我没有力气社交，因为都在睡觉，心态也变得很暗沉，和亲朋好友们都渐行渐远。虽然瘦下来的我终于敢拍全身照了，但我却在最美的时候弄丢了那一个爱笑的小太阳。我忽略了除了体重，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心。就在我快要被自己的战争吞噬时，一束光出现了，是我的家人。我的嫂嫂在我身心状态最虚弱的时候出现，开始煮饭给我吃，并且鼓励我要吃淀粉。我开始从排斥吃淀粉到慢慢尝试吃淀粉。当我开始有想要吃零食的念头出现时，他也鼓励我不要压抑，适量的吃。也因为我嫂嫂的帮忙，我才能够顺利的活下来。虽然前期激烈的减肥方式和各种因素导致我没有能量，快要死掉了，但幸好我的嫂嫂出现了，让我得以停止恶化，并且朝好的方向走。她教会了我，不只是要吃淀粉，而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对待自己的身体，不该是征服，而是照顾与平衡。这成了我后来所有觉察的起点。嫂嫂，谢谢你在我最黑暗的时候，帮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可以顺利的活下来。成功瘦下去的期间，我得到了所有人的赞美与夸奖，我的快乐与自信几乎都建立在外界。体重在我最瘦的时期啊，也是我体重焦虑最重的时候，同时也很矛盾哦。我觉得我当时超爱我自己，凡事都会以照顾我自己、快乐舒服为主，同时又在没有人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外人的时候，我没有能量，没有笑容，都在睡觉，不然我没有力气活着。那种建立于外界的快乐是很脆弱的，它建立在一个我必须全力维持的数字上。现在我懂了，那时候感觉到的快乐不是内心的平静与丰富，它更像是一种达成目标的亢奋，还有被他人认可的满足。而焦虑才是这一段关系里真正的主角，它驱动我，也囚禁我。复胖后啊，我失去那些因为外表而来的夸奖，甚至不敢面对那些曾经看见我瘦下去的人，因为我怕会被嘲笑。我一开始很慌，我好像被迫要开始从别的地方寻找快乐，从温暖的阳光，从读懂的书，从幸福的茶香，从内在的平静。当我从这些地方感受到满足时，我才惊觉，原来这才是不会被体重带走的快乐。直到复胖后快2年，我才知道快乐是要自己给的是什么意思。我才知道一切得从心出发，只有自己的内在真正的幸福、满足和自信，才是坚不可摧的。走过这一圈，从极端减肥到复胖，我沉淀下来的不是什么快速瘦身秘诀，而是一套让我从我的经历中找到真正感到自由和健康的身心觉察饮食哲学。我想要分享给你。第一，学会区分身体的需要和大脑的贪心。身体的需求啊会变，像是天气、心情、经期都会影响哦，所以绝对不要死守任何一条铁则，要灵活的、敏锐的，像照顾一个很重要的宝物一样，去回应它保养的需求变化。第二，建立属于自己的饮食优先顺序。我的原则是进食的顺序上是蛋白质先吃，再吃青菜，再吃淀粉。食物的选择原型食物优先，再来是加工食品。对于炸物、甜食、饮品、酒精，我的态度是，它们容易让我身体发炎，让代谢变慢，还会让大脑上瘾，所以我不会把它们当成日常。如果真的要吃，我们就约在正餐之后。这不是禁止，而是有意识的选择。3，找到身体的节奏，并非对抗它。关于喝水啊，我当时一天喝4000到8000 CC，这不是标准。重点是要找到让你自己身体感觉到顺畅的量，还有温度。关于餐数，我执行1天1到2餐，饿了才吃，饱了就停，不会因为人情啊或是贪心就勉强的进食。关于速度，我观察到瘦的人吃东西都非常慢，我学会吃一口就放下餐具，好好的咀嚼。这不仅是为了瘦，而是为了享受食物，感受饱足的信号。关于排泄，我观察瘦的人啊，消化系统非常好，所以一定要想办法用健康的方式去让身体排毒。第4，目标不是瘦，而是与自己的身体结盟。
我当时设定了阶段目标，缩小胃，调整饮食，最终是要打造成一个瘦的体质。但真正的关键是，你的最终目标啊，是要和身体建立一种信任、合作的互相关系。当我为了打造瘦的体质而准备开始健身时，我因为遇到了爱情，没有坚持本来该做的计划，所以我复胖了。但现在我懂了，那个黄金时期我拥有的，其实就是学会这样子的联盟关系。第5，也是最深刻的一课，所有外在的问题啊，都指向内在的状态。我曾经因为便秘而吃泻药，直到我发现我的便秘是来自于我的压抑和紧绷。当我放松、开心时，肠胃很自然的就顺畅。Nice。所以，请去倾听你的身体正在用什么症状，诉说着你内心什么样的压力和情绪呢？第6，身体的许多状况，包括发炎、水肿，甚至顽固的肥胖，也是心有状况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得回归去照顾自己的心。当内外都健康平衡，我们自然会呈现最好看的样子。这整个旅程教会我一个最大的反差：当我看起来最好的时候，花狐最瘦，我感觉到最糟；当我开始接纳自己看起来不完美的时候，我才真正开始感觉良好。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小实验。现在的我在复胖后，为自己做了一个很松弛的实验，也跟你们分享。我把我自己当实验品。我只有几个大坚持：饿了才吃，喝大量的水，不喝酒，晒太阳，做自己喜欢的运动，保持愉快的心情，有意识的放慢吃饭速度，让肠胃健康自然的顺畅。我不追求快，我只追求正确的良性循环。神奇的是哦，我的身心越来越愉悦，而且我正在健康的变瘦，虽然慢但正确。所以，请把这支影片看作是从自我战争到自我结盟的一张地图。地图上标注了我走过的弯路，也画出了我正在走的这条更从容的路。请务必记得，我的所有方法都基于我个人体质与状态，任何决定请务必咨询专业医师，瘦瘦针只是辅助，有无必要请深思。节食不是长久之计，请务必配合适合的运动。真正的改变始于你愿意静下来，听听身体想要对你说什么。愿我们都能够抵达那一个与自己温柔同行的状态。我是静静，也是你的小太阳。想静静的时候，我在这里。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的人。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温暖和爱，让我们一起发光发热，成为照耀彼此的光芒。我是静静，也是你的小太阳。想静静的时候，我在这里。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